好事多冷冻区有3样东西，天天补货的员工自己打死不买，可每天照样被几百台购物车载回家。同一排冷冻柜，摸货的人绕着走，付年费的会员抢着搬。这个反差只有开门前的卖场看得懂。清晨5点40分，铁卷门只拉开半个人高的一道缝，第一批弯腰钻进去的不是会员，是补货的人。冷冻区的灯最后才亮，白雾贴着地板流，站板推进来，冰袋一层一层往柜子里塞。补货的人身上会穿一件厚外套跟一副粗手套，因为那一区的体感温度跟外面差了10几度，手套抓过的冰袋外层会很快结一层薄薄的白霜，那是空气里的水汽碰到冷冻品表面凝结出来的。说句实在话，那个时间点的冷冻区比开门以后诚实太多了，价格牌还没换，堆头还没叠，漂亮。哪一箱是今天新到的，哪一箱是压在最底下3个礼拜的，站在那里看一眼就知道。新到的纸箱边角是硬的、干的，在柜子里轮过好几回的，纸箱角会软、会湿，会有一圈水痕，这种细节不会写在任何一张标签上，只有每天早上摸货的人知道。我们今天要跟的不是卖场门口那张 DM， 也不是网络上那种10大必买的排行榜，我们要跟的是一台推车，更精确的说是2台，一台是公司的，上面堆满要上架的货，我们就叫它公家车，另一台是补货员工自己的，停在冷冻区走到底，下班前他会推去结账，我们就叫它私房车。公家车上有什么是公司决定的，私房车上有什么是他自己决定的。这2台车之间的差别就是今天整支影片的全部内容。台湾的好事多到2026年初一共14家分店，今年4月1日起，金星个人卡的年费从1350元调到1500元，是10年来第一次涨价，幅度大约1/1。年费涨了，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是，那我要买回本。可问题来了，回本要从哪一区开始买？答案几乎所有内行人都会给同一个冷冻区，因为冷冻区是全场单价落差最夸张的地方。同样1包1公斤，有的东西是实打实的食物，有的东西你付的钱有一半在买水跟粉。好，我们把脚步放慢，跟着那台私房车走一趟，先讲他往自己家囤的5样。第一样停下来的地方是冷冻蔬果柜，他伸手拿的是一包 2.49 公斤的综合冷冻蔬菜。这包东西打开来，里面有9种青花菜、豌豆、菜豆、胡萝卜、黄萝卜、洋菇、红甜椒、荸荠、洋葱，9种蔬菜，成分表就是这9个名字，后面没有拖着一长串看不懂的化学名词。很多50岁以上的朋友对冷冻蔬菜有个根深蒂固的印象，那是卖不掉的菜，拿去冰的，营养都跑光了。我们小时候听长辈这样讲，长大也就这样信，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。冷冻蔬菜的产线流程跟我们想的完全是反过来的。正规的冷冻蔬菜是在采收后4到6小时之内就进场，先用热水或蒸汽快速加热1到3分钟，这道工序叫杀精，目的是把会让蔬菜变黄变老的酵素关掉，然后立刻丢进冰水降温，最后才送进急冻。国内外的研究都讨论过同一件事，绿花椰菜如果在采收后6小时内急冻，维生素 C 可以保留90%以上，而我们在传统市场买回来放冰箱冷藏3天的青菜，维生素 C 反而掉的比冷冻的还多。国民健康署甚至专门发过文章，鼓励长辈善用冷冻蔬菜，理由很实际，对年纪大开火1-2个人的家庭来说，一把青菜买回来吃不完烂掉丢掉才是真正的营养归零。所以那台私房车上的第一样不是什么稀奇东西，就是一包冷冻蔬菜。内行人买它的理由不是便宜，是损耗率低，买一包能吃10几餐，一次抓一把下锅，剩下的封好丢回去，不会烂。第二样，他往旁边走了3步，拿了一包冷冻莓果。好事多的冷冻莓果一直是回购率的常胜军，像亚细亚田园那款智利综合莓果 1.5 公斤一大包，里面是覆盆莓、蓝莓、黑莓，科克兰自己也出过 1.81 公斤的3种综合莓。莓果这种东西新鲜的贵得吓人，一小盒动辄破百，放3天就开始出水发霉。
冷冻的则是采收后直接在产地急冻，运过来还是一颗一颗分开的，倒出来要多少算多少。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，这一样其实踩过大雷。2023年，好事多进口的科克兰冷冻3种综合酶被卫生单位抽验到 A 型肝炎病毒阳性。那一批货的进口量是 17,431.78 公斤，公司后来全数下架，通知会员召回，开放凭商品跟会员卡办退。这件事当年闹得很大，很多人从此把冷冻莓果打入冷宫。可是内行人的反应不太一样，为什么补货的员工知道出过事，还是继续往私房车里放？因为他知道问题出在哪一段，也知道怎么避开。A 型肝炎病毒不怕冷，冷冻杀不死它，可是它怕热。国际上的建议相当一致，这类莓果只要充分加热，风险就大幅下降。所以真正在意的人是把冷冻莓果拿去煮果酱，丢进滚水里做莓果茶，或者加进要加热的甜点里，而不是解冻完直接生吃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直重复的一句话，不是能不能买，是知不知道这样东西该怎么用。同一包莓果，在懂的人手上是划算，在不懂的人手上是赌运气。第三样，私房车推到肉品冷冻柜前面，他拿的是原块冷冻鸡胸肉。好事多常年有一款台湾本土的冷冻鸡清胸肉，2.7公斤一袋，5袋一组，看起来分量大的夸张，可它有一个别的东西比不上的优点。翻到背面，成分表只有一行字，我们把这个叫做一行肉。成分表越短，代表你付的钱越接近食物本身。反过来，如果一包肉的成分表写了7、8行，出现了大豆分离蛋白、卡拉胶、磷酸盐类、粘着剂这些字，那它就不是一块肉了，那是一件作品。原块鸡胸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好处，它是可以反推的。你如果哪天想吃鸡块、想吃咖喱、想炖汤，原块肉都能变出来，可是鸡块没办法变回鸡胸。买原料，不买成品，这句话讲起来很像废话，但在冷冻区，这一句话大概能帮一个家庭1年省下好几千块。第四样，他往海鲜柜走，拿的是冷冻台湾鲷鱼片， 1.5公斤一包。台湾鲷就是我们老一辈讲的无锅鱼，这几年被养殖业做成外销主力，从鱼苗、饲料到加工厂都在岛内，等于整条供应链都可以追。这件事在冷冻水产里其实很难得。冷冻鲷鱼片的好处也很实在，无刺、单片分装、退冰块，对牙口不好或者怕挑刺的长辈来说，这一点比什么广告词都有用。补货的人为什么特别偏爱它？因为他每天都看得到哪一区的货走得最快。回购率高的商品有一个共同特征，它的箱数补得最勤，补完不到2天又空一半。冷冻原型食材就是这种类型。反过来说，那些包装设计的最漂亮、口味名字取得最花俏的调理包，常常是一箱摆2个礼拜还在原地。内行人看鱼片不看厚薄，先看2件事。第一，包装袋里面有没有多余的碎冰跟白霜。第二，鱼片跟鱼片之间是不是粘成一整块。这2件事我们待会儿在别拿的部分会拆得很仔细，因为它是整支影片最关键的一个判断法。第5样，也是私房车上最后放进去的一样，带壳的生冻白虾。注意，是带壳的，不是剥好的虾仁。这一个带壳的差别，就是内行跟外行之间最宽的一条沟。带壳虾的成分表通常就是虾，顶多加一个常见的抗氧化用途添加物，例如亚硫酸盐类，那是用来防止虾头变黑的。正规业者都会诚实标在成分栏里，它的壳是天然的保护层，冻藏过程中比较不会脱水发柴，煮的时候壳里的鲜味还会跑到汤里。同样1公斤的钱，带壳的看起来吃亏，因为要扣掉壳的重量。可就在所有人以为剥好的比较划算的时候，账其实要重算一次。剥好的虾仁如果泡过保水剂，你扣掉的不是壳，是水。壳至少还帮你煮出一锅汤头，水什么都不会留下。5样就到这里，私房车装满了，可是那台公家车还停在走道中间，上面还有没补完的货。有超市员工在论坛上分享过一个小细节，他们在整理冷冻柜的时候，会习惯性把某几类商品往里面推，
往上面叠，因为那几样周转最慢。多位在卖场待过的人受访时也提过类似的观察，重点不是那些商品有问题，而是他们在柜子里待的时间往往比我们想象的长很多。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，周转慢只是表面，真正让内行人绕道走的是那几样商品的结构本身。我们现在把镜头转过来，3样打折也不碰的东西。第一样，重组肉。冷冻柜里最容易让人心动的永远是那种一大盒10片，平均一片不到50块的肉排、牛排、猪排、鸡排都有，切面平整的像用尺画出来的。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拼图肉，因为它本来就是好几块碎肉，靠压形跟粘着的方式拼成一块完整的样子。这里要先讲公道话，重组肉本身不违法，也不等于黑心，它是合法的加工技术，把碎肉重新利用，某种程度上还减少了浪费。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重组2个字，而是你知不知道你买的是重组的。台湾的规定其实一路在收紧。2015年食药署新增了重组肉的标示规定，2块以上的肉经过组合、粘做或压形加工，会让消费者混淆的就要标示清楚。再来一次反转，到了2022年7月1日，规定又更严，重组肉、注脂肉要用中文在品名的地方显著标示重组或注脂，而且必须加注仅供熟食或同样意思的形语。餐厅、小吃摊卖重组牛排、重组鸡排也要在菜单上标。仅供熟食这4个字是整段法规里最重要的4个字。为什么是它？因为原块肉的细菌基本上只在表面，中间是无菌的，所以牛排煎3分熟还能吃。可是重组肉是把表面翻进去了，原本在外面的细菌现在跑到了肉的正中央，所以重组肉不能吃半生不熟，一定要熟透。这不是店家小题大做，这是写进标示规定里的形语。我们要怎么在冷冻柜前面2秒钟认出来？3个地方。第一，看品名有没有重组、组合、注脂。第二，看成分表有没有粘住剂、磷酸盐、大豆分离蛋白。第三，看肉的纹理，原块肉的肌理是连续走向的，重组肉的纹理常常断掉，切面过度平整，边缘有拼接感。补货的员工每天把这种盒子叠上架几百次，他看那个切面看到会背，所以他不碰，不是因为他有毒，是因为那个一片不到50块的价格换算成真正的肉，其实一点都不便宜。我们把这笔账摊开来算就更清楚了。拼图肉的原料本来就是分切整肉之后剩下的碎边、修下来的肉屑，这些东西单价本来就低，加上粘做，加上保水剂之后，重量还会再往上涨一点。换句话说，你以为自己捡到了整肉的便宜，实际上是用低价原料加工品的东西，付了看起来像整肉的价钱。真正划算的是把整肉买回来自己切，多花5分钟，价差可以差到一半。当然，公道还是要说完，重组肉在餐饮业有它存在的理由，成本可控，规格一致，煎起来不会有人抱怨大小不一。它只要标清楚，煮到全熟，就是一项合法商品。我们今天讲的不是抵制，是别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花冤枉钱。第二样打折也不碰的是含水量被灌爆的东西，这一样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剥好的冷冻虾仁。先讲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画面，有食安相关的检测单位做过对照，虾仁泡在磷酸盐溶液里只要10分钟，体积就明显膨胀大约2成，泡完之后重量会增加4成到5成。4成到5成是什么概念？就是你买1公斤可能有400公克是水。这里一样要平衡的讲，磷酸盐在台湾是合法的食品添加物，可以当膨胀剂、食品改良剂、接着剂用在加工食品上。但卫福部讲得很清楚，直接供应给消费者的生鲜水产品，包含生鲜虾仁，是不可以直接添加磷酸盐的。也就是说，一包标示为生鲜的虾仁如果泡过，那不是口感问题，那是规定问题。那我们怎么看？泡过的虾仁会膨胀饱满，表面光滑透明，原本应该看得见的斑点糊掉不见。没泡的虾仁纤维感明显，虾身上的斑点清清楚楚，形状也不会那么圆润。我们私下都叫泡过的那种胖虾仁，因为它真的胖得不太自然。
再来是水产的另一种灌水法，叫包冰。冷冻水产本来就需要一层冰衣防止脱水，这是正常工艺。业界普遍认为，合理的包冰量大约占商品的 2% 到 5%， 冰衣厚度2到3毫米。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，台湾的法规只规定食品要标示净重，并没有强制业者标示包冰率。食药署的立场是，业者要自己确保符合净重规范，同时在标示咨询平台上建议业者主动把包冰量标出来。于是市面上就出现过争议案例，消费者买回家退冰，实际重量少了超过一半，那已经不叫买海鲜，那叫买冰砖。判断方法很土，但很有效。拿起来掂重量，然后看形状，如果整包摸起来像一块硬邦邦的方砖，看不出里面是几只虾几片鱼，那你买到的冰可能比鱼多。真正只有薄冰衣的商品，你能看见一只一只的轮廓。顺便讲一样，同样是在卖水跟粉的东西，裹粉炸物，我们就拿卖场常见的花枝虾排来看，这类产品的成分表写的其实很老实，只是很少人翻过去看。有一款的成分依序是花枝、虾、面包粉，面包粉那一栏还自己夹了一长串小括号，小麦粉、水、棕榈油、盐、大豆粉、酵母、玉米淀粉、酵母萃取物、精制椰子油，后面接着猪背脂、树薯淀粉、糖、盐、胡椒。有的版本还列出磷酸盐类复方，包含多磷酸钠、焦磷酸钠、偏磷酸钾。我们把这一票叫做粉衣兄弟，他们不是不能吃，很多人吃得很开心，气炸锅一按10分钟就上桌。重点只有一个，成分表是按含量高低排的。如果面包粉、淀粉排得很前面，那你付的每100块里面有多少是海鲜，有多少是粉，心里要有数。而且这里有个健康面的提醒，要诚实讲，长期摄取过多磷酸盐，在医学讨论上跟骨质、肾脏负担、心血管风险是有关联的。肾功能本来就不好的朋友尤其要留意。这不是说吃一口就怎样，而是如果家里冷冻库常年都靠这类产品撑，总量就会很可观。有相关病史的，还是要跟自己的医师或营养师确认过比较安心。第3样打折也不碰的是解冻过又再冻回去的商品，这一样最阴险，因为它不写在标示上，它只写在包装的皱褶里。我们先把原理讲清楚，冷冻不是杀菌，冷冻只是把细菌按了暂停键，微生物在冻藏温度下会停止生理活动，或者慢慢死掉一部分，但绝对不会全部死光。温度一回升，剩下的那些就继续繁殖。商用的急速冷冻是用零下45度以下的低温，瞬间把食物冻住，让冰晶尽量小，尽量少破坏细胞。可是，一旦解冻再冻，第2次结的冰晶会又大又粗，把细胞壁刺得千疮百孔。所以，解冻再冻的东西煮起来会有2个明显特征：一是出水特别多，锅子里先煮出一大滩汤；二是口感发柴、松散没有弹性，因为汁液早就从被冰晶戳破的细胞里跑掉了。那我们在卖场怎么看出来？看3件事，而且不用打开包装。第一，看袋子里有没有大颗的霜花跟碎冰块，食物结冻时水汽跑出来，再结冻就会在包装内侧结晶，袋子里面白茫茫一片，或者角落积了一坨冰，那是温度曾经上上下下的痕迹。第二，看形状，原本应该是一颗一颗分开的冷冻毛豆、莓果、水饺，如果粘成一整块，拿起来会敲桌子，那几乎可以确定它化过。第三，也是最少人注意的一点，看冷冻柜本身。开放式冷冻柜内壁都有一条最大装载线，商品堆超过那条线，冷空气循环就会被挡住，上层的商品实际温度根本达不到标准。法规要求冷冻食品要维持在零下18度以下，冷藏0到7度，生鲜肉品0到4度。可是特价的时候，货走得快，补得急，堆头堆得比人还高，最上面那几包的处境就很尴尬。而且从工厂到冷冻柜，中间还有好几个容易破口的环节。冷链物流业者最常被抓到问题的地方是卸货的月台，车厢里是零下10几度，月台上是常温，货在那几分钟里站着等，温度就开始往上爬。食安稽查的重点也差不多是这几项。冷冻柜的温度显示坏掉，
温度记录不完整，冰柜内壁严重结霜、漏水，以及商品装得太满，影响保冷。这几点我们当消费者的其实站在柜子前面就看得到一半。这里再给一个平衡的说法，免得大家太紧张。食品科学界也有比较宽松的判断，如果食物上还看得到碎冰结晶，离开冷冻库的时间不超过24小时，而且中心温度还在5度以下，其实是可以安全的再冷冻回去的，只是风味跟口感会打折。所以家里冷冻库短暂停电，或者拿出来一下下又放回去，不用整袋丢掉。真正该警惕的是那种不知道已经在卖场的堆头上画过几轮的商品，可就在所有人以为特价品最划算的时候，我们得把话讲白，冷冻区的特价很多时候是在清那些已经在柜子里待太久，或者被压在装载线上面太久的货。价格牌上的红字很好看，袋子里的霜花不好看。好，那台私房车推到收银台了，上面5样东西，我们再确认一次它们的共同点。一包9种蔬菜的冷冻综合蔬菜，成分表就是那9种菜。一包智利来的冷冻莓果，知道要加热助用。一袋圆块的台湾冷冻鸡胸，成分表只有1行。一包 1.5 公斤的冷冻台湾鲷鱼片，无刺，单片，退冰块。一包带壳的生冻白虾，壳还在，水没灌进去。5样里面没有一样是调理包，没有一样是果粉的，没有一样需要看小括号里的化学名词。这就是内行人的逻辑，他不是在买菜，他是在买原料的原始状态。原料状态的东西有一个很大的优势，就是它不会限制你今天要清蒸，明天要红烧，后天想切丁炒饭，一包原块肉都能配合。调理包只能照它设定好的那一种吃法，吃3次就腻了，然后就在冷冻库最底层藏霜。现在我们把3样别拿的倒足再数一次。第3样，别拿包装里结满霜花，冰块结成一坨，商品粘成一整块的东西，冷冻杀不死细菌，只是让它睡着。解冻再冻是把它叫醒一次，再叫醒一次。那些霜花不是保鲜的证据，是温度曾经失守的签名。第2样，别拿被水撑胖的东西，膨胀饱满、光滑透明、斑点都糊掉的虾仁，泡10分钟就能膨胀2成，增重4到5成。包冰合理的范围是 2% 到5%，超过那个数字，你买的是冰，不是海鲜。而生鲜水产本来就不该直接添加磷酸盐，这一点法规写得很清楚。第1样，也是我们最该记住的那一样，别拿标着重组却被便宜价格盖过去的肉，它不违法，它只是需要被看见。2015年开始要标，2022年7月1日起要在品名写重组、注汁，还要加注仅供熟食。那4个字的意思是，原本长在表面的细菌已经被翻到肉的正中央了，所以它不能3分熟，它必须熟透。而一大盒10片，一片不到50块的价格，换算成真正的整肉，从来就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划算。清晨6点半，灯全亮了，雾散了，铁卷门缓缓升起来，冷冻柜前面很快就会挤满推车，红色的价格牌一张一张贴上去。只是从今天起，我们站在那排冷冻柜前面的时候，眼睛看的不再只是价格牌，我们会先把袋子翻过来，看那一行成分表有多长，再把袋子举高一点，看里面有没有结霜。看完这2件事，要不要拿，心里就有答案了。